在当今社会，我们经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，但有些人却能在人际关系和职业生涯中脱颖而出，因为他们具备了某种特质，那就是真正靠谱的人。他们以话不多、判断准、行动狠为座右铭。这句名言所反映的特质，正是当今成功者的共同特点。让我们一起探讨这些特质为何如此重要。首先，话不多是真正靠谱的人的特点之一。过多的言辞可能会导致信息混淆和不必要的争论。真正靠谱的人懂得倾听，慎重言辞，只在有必要的时候表达自己的意见。他们知道言多必失，因此他们保持低调，不轻易透露自己的底线，而是将精力集中在真正需要关注的事情上。第二，判断准是另一个重要的特质。靠谱的人不仅依靠经验和知识做出决策，还会充分考虑各种因素，包括风险和机会。他们不会盲目跟风，而是会独立思考，做出明智的选择。正如巴菲特所说，我们不是靠赌运气来赚钱的，而是通过正确的投资决策来取得成功。最后，行动狠是真正靠谱的人的特点之一。拥有明确目标和判断准的人需要有坚定的决心和执行力。他们不会因为困难而退缩，而是坚持不懈地追求自己的目标。正如史蒂夫·乔布斯所言，不要害怕失败，因为只有这样，你才有机会成功。真正靠谱的人知道，成功不是一蹴而就的，需要坚持不懈的努力和勇往直前的行动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别忘了关注才知道并点击小铃铛。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助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曾有人在圆桌派中问梁文道，工作以后最重要的社交能力是什么？他沉思片刻回答，是靠谱。能说会道，圆滑世故或许能赢得一时的人心，但踏实做事，不掉链子，才能让人长久的信任。真正的靠谱，就是拥有让别人对你放心的能力。让别人放心，靠的是什么？一句话来说，就是事前有规划，事中有反馈，事后有复盘。事前有规划，把80%的精力投入到能产生价值的事上。不靠谱的人都有什么特征？有人这样回答，一边拖延和等待，一边又天真的想要一个好结果。当一件事交到他手上，他总是能拖就拖，懒得做规划，也不想做任务拆解。等到限定的时间到了，就开始着急了，最后在焦虑和匆忙中草草交差。几次之后，领导察觉到他并不是一个做事用心的人，一些重要的工作也就不敢放心交到他手上。而靠谱的人，如果接到一个任务，尤其是不擅长的，他想的不是距离任务截止还有1周，我再想想，而是先做一个大致的规划和预演。因为他知道没有规划，别人就不知道他的行动路径，也就没办法对他放心。那么怎么做好规划呢？第一，厘清关键任务。首先，我们要知道，大部分的工作并不创造价值，只有很少的工作会创造极大的价值。如果没有规划，我们就会陷入战术上的勤奋掩盖战略上的懒惰。思考力的快慢这本书中谈到一个故事。在加利福尼亚的一个小镇上，住着一个爱好写作的年轻人。他每天笔耕不辍，立志成为一名优秀的小说家。但是他写出来的小说却总是滞销，无人欣赏。他很苦恼，就去教堂问神父，请您告诉我，为什么我夜以继日地写作，但是作品却没有任何进步呢？神父没有直接回答，而是反问，你早上都在做些什么？他有点不解说，我在写小说。神父又问，那么上午呢？他答道，也在写小说。神父继续问，下午呢？听到这话，年轻人有点不耐烦，我每天除了吃饭睡觉，其余时间都在写小说。看着丝毫不知道自己问题在哪的年轻人，神父耐心道，你所谓的勤奋，不过是重复且长时间的无尽忙碌，并没有什么难的。只要条件具备，大部分人都可以做到。难的是思考，没有思考，你的小说就没有灵魂，没有思考，你的勤奋就没有意义。我们要知道，没搞清楚真正要解决的问题前，所做的事情都是无用功。
第二，做预演。电视剧《我的前半生》中，女主角罗子君第一次上班，在地铁被挤掉一只高跟鞋，她打不到车，害怕迟到，打电话求助男主角贺涵。贺涵的车虽然顺路，但他就是不肯再上的。下班之后，贺涵给罗子君上了一课，实战之前必须预演，以排除一切意外的可能。没有人在乎你所谓的特殊情况，更没有人有心情有时间去听你解释。如果出了问题，那么就一定是你有什么地方没有做好。一个靠谱的人会提前做好预演，他会列出所有的细节，分解任务。对于重要的事情，他会预留出时间多检查几遍。他会预想出每一种意外情况与可能有的漏洞，或事先纠正，或事先想好备案。他会尽最大的努力去避免让事情出错。将工作任务交给靠谱的人永远放心，因为他们拥有深厚的专业能力与专业素质，把事情做得滴水不漏，波澜不惊，一切皆在掌控之中。第三，给自己一些动力。有了规划，也有了预演，但人还是避免不了拖延的本性，总会用其他事情来开拓自己。怎么办？找动机。而恐惧和欲望是我们行动的底层动机。也就是在拖延的时候，问自己2个问题。问题一，这件事做不好会有什么代价？我们总是非常忙，从而难以集中精力做好该做的事。所以你可以先问自己，如果我不完成这项工作，将会发生什么？比如有的大学挂科太多，会导致无法毕业，老师点名总不在，就无法得到平时分数。对职常人来说，某些重要工作没有高质量完成，可能影响上级对你的绩效评定，从而影响绩效奖金、年终奖以及升职加薪。有句话叫年头出事白干1年，年底出事1年白干。虽然这句话说得很偏激，做法本身也很不好，但不得不承认，在某些情况下这是事实。所以你需要恐吓自己，先想清楚坏的结果，激励自己立即开始。问题二，做好了这件事可以获得什么？从积极的角度来考虑，如果我成功完成工作，把这个项目干成了，那么我的职业生涯将会如何？我将获得的好处是什么？说简单点，增长了经验，交付了成果。说大一点，你做过的每一项工作都会成为你的资产，铺垫在你的脚下，让你站得更高，走得更远。二，事中有反馈，不要想当然。有一句俗语叫计划赶不上变化。计划往往是根据既定的事实依据来制定的，但现实中随时都在变化。所以我们除了要在事前跟领导共识好计划和行动路径，在事中也要随时反馈。一，定时汇报。罗振宇曾在《奇葩说》里表达过一个观点，职场最没有前途的一种人叫反馈黑洞。试想一下，如果你给下属派个活，几天都没有回音，不知道事情进行到了哪一步，你心里会不会没底？如果团队合作，同伴遇到棘手的问题，瞒着大家鼓捣了几天也没解决，结果补救都来不及，你会不会怪他不早告诉你？有效沟通获得的收益要比花费的成本大得多，所以在工作中要尽可能在多个场景进行有效沟通。比如例会，例会不能只是管理者传达给任务和目标的一个场所，员工也要有相应的反馈。针对目标，你要思考一下这个目标是高了还是低了，能不能完成。针对过程，你要主动反馈你的进展情况，遇到哪些难点卡点，需要什么帮助。不要领导没问你就不说，要知道你在过程中主动反馈，别人也能及时发现问题，有时间纠偏和调整。针对结果，当你完成了交代的事情后，也要主动将结果反馈给对方。如果事情没有做好，你要复盘其原因，并给出一些可参考的建议和方案。如果事情办好了，你也要提炼成功经验，形成可复制推广的方法。二，给予安全感。领导最关心的是事情不失控。任务一旦执行，事主当然知道将在外，什么事情都可能出现。但是怎么知道不失控呢？那就是重大的事情要让对方一直知情和决定。要是每一件意外的事情都请示，领导不胜其扰，
你也会得到办事不力的标签。那么，哪些事情可以自己做主，哪些事情必须请示呢？原则是，事情的发展不能偏离设定它时的意义。例如，嘉宾在机场接到后，说自己要住朋友家，不住订好的酒店，你是答应还是不答应？当你很清楚让嘉宾入住酒店的意义，那就根据情况答应或者不答应。例如，预订酒店只是礼遇，那就可以答应；但是预订酒店要便于筹备工作，那就不答应。如果你不知道意义，那就要请示。新人最容易犯的错误是对领导安排的某件事的意义想当然，因为你在职场位阶较低，不可能知道布置某件事的全部意义，所以想当然是危险的。3、保持情绪稳定。很多时候，我们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，总会遇到一些计划之外的问题，这时有的人就会控制不住情绪，开始暴跳如雷。但著名产品人梁宁曾说过一句话：如果把人想象成一部手机，人的情绪是底层的操作系统，他的能力只是上面一个个的 App。 如果你的情绪崩溃了，你的能力也很难发挥作用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你的情绪很不稳定，遇到问题一点就炸，或者陷入无限的情绪内耗中，别人就无法对你产生可预测的确定性，不知道如何跟你有效协同，最终影响整个团队的协作效率。也许有人觉得委屈，谁没有情绪？谁不想发泄？有情绪没问题，难以自控就有问题。字节跳动创始人张一鸣曾表示，工作中专注且高效的状态是在轻度喜悦和轻度沮丧之间，不太激动也不太郁闷。用平常心去待人做事，才能让别人觉得放心。3、事后有复盘，做事有始有终。靠谱的人总有一种主人翁意识，他觉得这个事没做好，一定有自己的问题，所以他会主动进行自我复盘，甚至拉项目成员进行复盘。因为只有通过复盘，才能找到问题的根源，才能让下一次的结果更好。具体怎么做团队复盘呢？下面以一个例子来讲解。一家制造型企业为了在行业大客户的年度竞标中胜出，销售部、项目部和研发部组建了专项小组。原本他们认为这样就十拿九稳了，最终却是一个完全没预料到的竞争对手赢得了订单。同样的事情在这家企业发生了多次，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？于是销售团队和研发团队启动了一场复盘会。第一步，梳理事实过程。面对复杂任务，每个人可能都只掌握了一部分信息，而且也都会受各自立场的影响，对事情的看法可能都存在偏颇。因此，在复盘讨论中，如果没有做事实梳理，就会变成各说个话，没有事实依据。第二步，厘清复盘目标。这一步看起来简单，但很多复盘会却忽略了这一步，默认大家都知道要解决什么问题。这可能会造成大家对目标的理解不一致，导致大家对同一件事的分析、评价不一致，继而在沟通中发生分歧。所以，复盘会开场前，主持人一定要坦诚地告诉大家，我们为什么要达到这个目标，具体要做成什么样。而这家制造型企业在复盘时，上来就明确了主题，为什么竞标总是落选，从而让大家的注意力和思考都集中到这一点。第三步，分析归因。这一步是复盘会的关键。为什么？因为当事情没做好，我们就会不自觉地掉入批评和指责的陷阱。比如，销售部里有一个人坦诚地阐述了想法，但由于结果不好，大家都来当事后诸葛亮，基于现在的结果发表自己的看法，将责任归咎为当事人的想法不对，然后给他提出许多整改建议。结果就是这个人的情绪变得很低落，积极性被严重挫伤，其他人也会觉得不舒服，能不说就不说了。最后，整个复盘越来越假，渐渐偏离了初衷。那怎么办？学会用工具来分析，不要只盯着人的问题。比如，将分析的维度分为3个层面：事、人、为。究竟是事没有想明白，比如没有考虑到外部环境变化，目标制定有问题，还是事情是对的，而是没有匹配专业的人才，还是事情和人都对，
但是因为打法有问题，做得不够专业，没有引领把事做成。再比如，用5个为什么法。第一个为什么？为什么我们会竞标失败？答：因为竞争对手的方案比我们的更适合客户。第二个为什么？为什么竞争对手的方案比我们的更适合客户？答：因为竞争对手抓客户需求抓得更准。第三个为什么？为什么竞争对手可以比我们更准确地抓住客户需求？答：因为他们更重视客户的需求，而我们没有仔细研究客户想要什么。第四个为什么？为什么我们没有仔细研究客户的需求？答：因为这是个老客户，我们已经有成功合作的经验了，这次续约就没有去仔细研究客户的需求。第五个为什么？为什么不用仔细研究老客户的需求？答：因为我们假设老客户的需求不会变，只要复制原来的经验就可以了。通过连续追问，逼近问题的根源，我们才能找到真正需要改进的地方，让下一次的结果更好。第四步，提炼经验。分析归因之后，我们就要提炼经验了。这是复盘的真正目的。复盘不是行赏，也不是追责，而是找到可以学习的经验，转变为能力。通过刚刚的分析归因，这家制造型企业提炼总结出2条经验。第一，在机会判断上，老客户换了对接人以后，就应该把老客户当成新客户一样去经营。第二，在方案制作上，需要进行模块化处理，这样才可以根据不同的客户需求进行快速组合，既做到个性化，又能提高方案应答速度。到这里就结束了吗？不，还差最后一步才能形成闭环。第5步，经验行为化。复盘不在于复盘会开得多么热闹，也不在于复盘报告写得多么漂亮，而是在于复盘要真正的落地。一般来说，考虑后续行动时，需要兼顾以下3个方面：开始做什么，继续做什么，停止做什么。通过以上提炼的2点经验，这家制造型企业进行了相应的行为优化。开始做，销售人员要与客户保持密切联系，挖掘需求背后的需求，始终关注竞争对手的产品。研发人员不能闭门造车，要着眼于未来的客户需求。继续做，销售部多请研发部吃饭，加深关系和沟通。停止做，不要想着贿赂客户中的某一个人。然后复盘会主持人就可以把这些复盘形成总结会议纪要，请相关负责人把提炼的经验和行动计划写到工作手册，形成 TDCA 循环。靠谱不好做到，它需要我们事前做好规划，找准重点再发力，事中及时反馈，遇到变化也不慌，事后记得复盘，精益求精方致远。靠谱的人，不论交给他的是大事还是小事，他总能认真对待，让人感到放心。愿你我都做一个让人放心的人，坦坦荡荡，踏踏实实的做事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